让老师来帮助你完成目标，帮助你了解自己。记得老师的存在是为了要协助你完成你的音乐梦的。Hello，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练琴的攻略，用2个分析来帮助你更了解自己，然后可以安排自己的练琴计划。首先想要先跟大家说，我们的频道总观看时数终于达到500个小时了耶！不知道你是会觉得才500个小时也太逊了吧，退订，还是会跟我一样觉得嘿嘿还蛮高兴的。总之很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离4000小时观看时长和1000订阅者的这一个盈利门槛又更靠近一步啦，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所以呢，我决定把一直想要分享的练琴攻略拆成小小的经验谈跟大家说，这样子我就不会被电脑的效能限制住我想要分享的内容啦。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以下这2个分析，不论你的钢琴程度，你都应该要了解自己，因为我觉得常常了解自己的话，你就能够常常帮助自己，有一点像天助自助者的概念。而这2个指标对于初学者尤其能够帮你明确的找到你的学习目标。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件事情是你为什么想要练？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想要提升能力，所以你想要训练大脑或者是训练肌肉。第2个原因是成就感，有可能你就是喜欢赢别人的快感，在音乐上赢别人，打败别人。第3个原因是，也许你就是享受音乐而已，想要享受演奏出来的美丽音乐，就是这样子，很单纯。这3个原因分别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第一个原因，想要训练你的大脑或者是肌肉的这个状况的人呢，举例而言，就是有像幼儿、儿童接触音乐的话，它可以刺激大脑，然后特别是听觉的部分会更被刺激到，会更活跃。那听觉这一个区块对于学语言是有帮助的，因为语言在学的时候会用到听说读写的听这个部分，不是只是参加考试可以把文法写对答对，然后考上大学的这种学语言。那另外，如果你是成人或者是长辈的话，持续让你的大脑接触新的东西，这样子会刺激大脑维持活跃的状况，对健康还蛮有帮助的。这个状况的人呢，你安排练琴的方法适合少量多餐。所谓的少量，我会定成大约是15分钟以内，然后你再依自己的需求慢慢的增加时间。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大脑想象成是植物在生长，你的突触和神经元就像植物在长，每天浇一点水，让植物慢慢长大就好了。不用说一下子突然浇水浇很多，然后你的植物就会长快一点，植物不是这样子运作的。只要每天少量持续的做，这样子就会对你的训练成果有帮助啦。比较要避免的是和别人比较产生压力，因为这个压力会影响你的心情还有兴趣，也会失去你原本的练琴节奏。我说的是你每天安排进度的这种节奏，不是真的弹琴不会节奏的节奏。第2是有的人他想要有成就感，就是在音乐上打败别人这种的，这类型的人就是无条件的增加你的练习量就好了，然后也不要花时间出去玩，最好还要加上学乐理、视唱、听写，还有读音乐史，因为你的演奏除了演奏技巧以外，你还应该要更了解音乐它的内涵，你才可以表现得更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听起来很痛苦的话，那你也可以考虑不要把成就感当成你的学习目标，这也是可以的。这个学习目标我其实也真的不太建议啦，因为在你得到成就感的那一瞬间，你真的会很开心。可是你除了那一瞬间以外，你所有的练琴过程有可能都充满了痛苦那这个练琴过程跟你的痛苦情绪不断一直挂钩的话，这个情绪就有可能会影响健康，然后影响你的音乐生涯或者是你的人生生涯，所以我不是很建议。还有第3种类型，刚刚讲到的事情就是享受音乐的人，他就是弹起来觉得好好听、好享受，他就是单纯的喜欢。那这类型的人也像刚刚第1类型的人一样，少量多餐的练就好了。要注意的事情是要多跟老师沟通你想要练的音乐类型，这样子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就可以不断的强化你对音乐的热爱。
技巧在不知不觉间也会一直增强。你也可以上网找，或者是跟老师询问有关你喜欢的音乐的背景跟内涵。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啦，要了解自己想要练什么。这个可以分3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是曲风，第二个部分是即兴，这个是属于你的演奏方式，第3个部分是合奏，这个也是属于演奏方式。我们从第一个来看，曲风是很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曲风。有一些老师会强行把自己喜欢的曲风加在学生身上，而没有去找学生喜欢的曲风，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状况。如果你是学生的话，我也希望你是确认你自己喜欢的曲风，而不是老师跟你讲什么，老师觉得好听你就去认可或认同，改变你真正的感受和想法。当然啦，不同的曲风也是要平衡的练习，这个后面也会提到。不同曲风的这部分，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任贤齐的歌旋律的上下跑动并不会跳很大，例如说像这一首，这一首还算上下变动比较多的，或者是像这一首。虽然旋律有上下变动，但是它强化的是在节奏利落的感受，还有轻松的感受，而不是那一种很强的旋律感。我们来谈一个旋律感比较强的。这一首就是旋律性比较强的感受，你听这样子比较，应该就比较能比较，就能这样子应该比较能。这一首就是比较强的旋律性，每一个人他喜欢听到的音乐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在挑歌的时候可以优先挑自己喜欢的曲风，例如说你喜欢旋律性强的啊，或者是节奏性比较强的，或者是大调的或小调的，轻快的或者是慢的。如果每天练的是自己喜欢的曲风的话，那这样就会增强你练琴的动力。再来第二种是即兴，就是演奏方式，有蛮多的老师会找谱来让学生照弹每一个音。换句话说，只要是学古典音乐的时候，就是会拿作曲家的作品来练嘛。即兴的话，谱就比较像是这个样子的。就只有和弦跟歌词，比较像是吉他谱。以这个即兴的状况，我就可以自己决定我要怎么反复，还有我要用什么伴奏型来符合我自己的美感，我不用去符合别人的美感。这个是跟看谱完全不同的2种训练。科学家他们测量过音乐家在这2种即兴和照谱演奏的时候，大脑哪里会放电。在照谱演奏的时候，大脑是听觉跟视觉的区域会放电，但是在即兴的时候，大脑放电的区域是整个大脑像满天的放烟火一样。所以这个2种不同的练习方式可以刺激到你大脑不同的运作模式。第3种是合奏这一种练习的方式，大部分乐器在上课的时候1对1上课都只能独奏，但我非常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跟你的老师合奏。如果你是学钢琴的话，也可以请老师弹一些4手联弹的曲子跟你一起演奏，因为合奏会强化你的听力。要演奏得更好听的话，听觉是比视觉要重要的。看谱的练习会一直帮你强化视觉，也就是你的大脑那个视觉的地方是一直被刺激的。如果是合奏的话，那它就可以帮你强化听觉，这样会帮助你更有音乐性。有练习合奏的学生也比较不会容易迷失拍子。有一部分的人也会因为练习合奏，所以他就比较容易不紧张，因为他把注意力放到听觉以后，就比较没有空去紧张。接下来就是结论啦，刚刚讲的这几项建议大家分配比例。像曲风啊、练习模式，我建议分配60%到70% 的时间在你最有兴趣的类型，剩下的40%跟30% 练你比较没有兴趣的类型，这样子会帮助你又有乐趣，然后能力也可以平衡的发展。
接着，当你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能力还有喜好以后，也可以不用再管我的这些限制跟建议，定出自己的练琴计划，并且持续的修正，就会帮助你的练琴生活更快乐。还有就是跟你的老师商量看看你喜好的这些事情。有可能你刚刚听完我讲的，你还是不太知道答案，这也没关系，你就是慢慢的边练琴边了解自己就好了。同时也跟你的老师边沟通边学习这些方向，让老师来帮助你完成目标，帮助你了解自己。记得老师的存在是为了要协助你完成你的音乐梦的。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有听过，还有我也听过我的同行会遇到，就是有的学生会说他没有练琴就不敢上课，不想上课就请假了，所以我想要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给有兴趣的人。这些方式都能够帮助我们赶快开通 YouTube 的盈利门槛哦，这样子我才有钱可以换电脑。谢谢你啦，希望你可以学得正确，弹得开心。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